员惊恐地发现，无数颗卫星残骸正像炮弹一样朝航天飞机呼啸而来。船员们试图返回舱内躲避，可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整片太空瞬间沦为屠宰场，残骸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航天飞机接连中弹，整艘飞船都在剧烈震颤。司通被机械臂带着疯狂旋转，如果再不挣脱，他就会随着失控的机械臂飘向深空，成为一块永远漂泊的太空垃圾。天旋地转之间，他终于摸到了脱离按钮，可恐怖的离心力也将他像沙包一样狠狠甩飞了出去。他在真空里失重翻滚，没有空气阻力，他根本无法停下，只能无休止的旋转。司通的 GPS 彻底失灵，四周又没有任何参照物，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正飘向何方。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勒住他的喉咙，他越想喘气，胸口越沉，面罩上的氧气毒素却在不断下坠。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耳机里突然炸开一个熟悉的声音。Yes, Lieutenant Kowalski, I'm here. Yes, I copy. I'm here. 司通疯狂闪烁手电，为他指引自己的位置。马特借助喷气背包穿过黑暗，终于追上了他。Gotcha. All right. Now, I'm gonna tether you to me. 可此时，司通的氧气只剩下8%。马特将安全绳扣在他的身上，他决定返回航天飞机和队友会合。路上，他让司通把手表设成90分钟倒计时。原来刚才那场灾难源于俄罗斯击毁的一颗失控的卫星，爆炸产生的碎片正以极高速度绕地球飞行。大约90分钟后，他们还会再次席卷而来，留给两人逃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刚回到航天飞机附近，就撞见了漂浮在外面的队友。可看清他的模样后，司通当场吓得浑身冰凉。队友的头盔已被碎片击穿，死状惨不忍睹，再也无法回到地球与家人团聚。两人来不及悲伤，只能继续赶往探索者号。当靠近后，他们才发现航天飞机已经面目全非，机身被碎片打得千疮百孔，货舱被彻底撕开，其他船员也全部遇难。如今只剩他们2个人还活着，航天飞机已经彻底报废，唯一的生路就是前往远处的国际空间站，再利用那里的联盟号逃生舱返回地球。可他们的处境已经糟糕到了极点，马特的喷气背包的燃料所剩无几，司通的氧气也只剩下3%。为了节省燃料，马特只能在加速后关闭推进器，依靠惯性向前飘行。脚下的地球边缘泛着微光，城市灯火在夜色中闪烁。从这里望去，人类世界就像一幅精致而脆弱的地图。马特告诉司通，他最喜欢从太空看地球。为了让司通保持清醒，马特一直陪他说话。司通也终于说出了埋藏已久的往事。他曾有一个4岁的女儿，有一天女儿在学校意外摔倒，撞伤头部，就这样离开了他。从那以后，司通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他来到太空，仿佛是为了逃离地球上的一切，可他真正想逃离的从来都不是地球，而是那个失去女儿后再也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的自己。马特没有长篇大论地安慰他，只是静静陪在他的身边。不久之后，国际空间站终于出现在远方，希望似乎就在眼前。可马特很快就绝望地发现，空间站同样遭到了碎片的袭击。第1艘联盟号已经撤离，第2艘虽然还在，降落伞却意外展开，已经无法安全返回地球。但眼下他们只能先进空间站躲避。此时喷气背包只剩最后一点动力，为了不与空间站擦肩而过，马特耗尽燃料做了最后一次加速。Break, you have to break! Can't empty. When they hit hard, grab a hold of anything you can. 两人重重撞上空间站的外部结构，司通好不容易抓住把手，又被迎面而来的马特撞飞。更糟糕的是，连接两人的安全绳被太阳能板拦腰割断，司通瞬间被甩了出去，和空间站彻底脱离，慢慢滑向死亡。就在命悬一线之际，联盟号散落的降落伞绳恰好缠住了他的腿，将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惊魂未定的司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失控的马特又从远处飞来，他拼尽全力伸出手，试图拉住马特，却始终差了一点距离。好在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了马特的安全绳，可还没来得及庆幸，就震惊地发现缠在司通腿上的绳索正在不断松动。高速飞行的空间站产生巨大的拉力，绳子根本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再这样下去，他们都会被甩向太空。马特让司通放手，司通断然拒绝，他死死抓着绳子，拼命想把他拉回来。马特不愿连累他，自己打开了锁扣。No. Please don't, man. Please don't do this. You're gonna make it, Ryan. No! 马特的身影缓缓退入黑暗，而绳索的回弹则将司通拉回了空间站。可他刚抓住把手，头盔里就响起二氧化碳警报，氧气已经彻底耗尽。过量吸入的二氧化碳让他开始头晕，意识也越来越模糊，即使已经飘向远方。马特仍在无线电里为他指引最后一条生路。You see that dot in the distance? It's a Chinese station.
他让司通驾驶联盟号前往中国天宫空间站，再换乘神舟飞船返回地球。司通本想进入空间站，驾驶联盟号去救马特，却被马特坚决阻止。如果再浪费燃料，他就再也到不了天宫。为了活下去，司通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凭着最后一丝清醒，终于爬到了空间站门口。进入空间站后，他立刻打开氧气阀门，摘下头盔，大口大口的呼吸，整个人几乎虚脱。随后他脱掉沉重的宇航服，蜷缩着身体，在失重的环境中缓缓漂浮。这一幕像极了重新回到子宫的胎儿。可此时的司通还没有重生，他依然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缓过劲来，他立刻寻找通信设备，试图联系马特。路过电气舱时，电路已经冒出火花，可着急的他没有在意。找到通讯设备后，第一时间呼叫马特。可无论他怎么呼叫，听筒里一片死寂。他不死心地趴到窗前，祈祷能在黑暗中看到马特的身影，但在浩瀚的宇宙里，人类渺小的如同一粒尘埃。马特大概已经遭遇了不幸，司通终于明白，从这一刻起，真的只剩他一个人了。可还没等他从悲痛中缓过来，空间站内突然响起刺耳的火警，电气舱窜出的火花迅速蔓延，烈焰很快吞没了狭窄的舱室。司通抓起灭火器奋力扑救，却已经无济于事。灭火器喷出的气体反而掀起更大的热浪，见势不妙，他只能冲向联盟号逃生舱。司通手忙脚乱打开舱盖，汹涌的火浪紧追而来，他赶紧合上舱盖，灭火器卡在那里，他顺手把它拿了进来。没想到这个无意之举，后来竟会救他一命。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司通必须立即让联盟号脱离，否则只能与空间站一同毁灭。可他只在模拟训练中练习过这些操作，从未真正驾驶过飞船。他赶紧翻出操作手册，照着步骤逐一按下按钮，终于成功脱离空间站。司通刚松一口气，就发现碎片云将在7分钟后再次袭来，他必须赶紧驾驶联盟号离开这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联盟号已经展开的降落伞仍挂在空间站的外部，巨大的拉力猛然将飞船拽了回去。更糟的是，马上就要撞上空间站，司通赶紧加速避让，才堪堪躲过船毁人亡。可飞船又被拽了回去。Stop! 他紧急操作，再次把飞船拉了回来，却始终无法摆脱降落伞的束缚。无奈之下，他只能穿上宇航服爬出飞船，准备手动拆除降落伞。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确认暂时没有碎片后，司通这才放心走出去，用随身的电动扳手卸下固定降落伞的螺母。可下一秒，他惊恐地发现，无数碎片像流星雨一样密密麻麻朝他呼啸而来。他来不及多想，赶紧去卸另一个螺母，可身后的空间站被高速的碎片撞得支离破碎，联盟号也被一起带走，卷入失控的旋转。幸运的是，降落伞绳在混乱中被碎片割断，飞船借着惯性被甩了出去，反而让他逃过一劫。劫后余生的他赶紧返回联盟号，再次把手表设成90分钟倒计时。他必须赶在下一轮碎片到来之前抵达100公里外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那是他最后的生机。可当他把飞船对准天宫后，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出现了：联盟号的燃料已经耗尽，这让他彻底崩溃。You gotta be kidding me!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因为联盟号本身就是救生艇，燃料只预留返回地球的最低量，只负责从空间站送宇航员回家。司通把希望寄托在地面，他不停呼叫，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最后他只能漫无目的地搜索无线电信号，意外联系上了一名因纽特渔民，可两人语言完全不通。即便如此，身处绝境的他激动无比。司通却从电台里听到了狗叫声，他学着狗叫回应。对方也跟着学狗叫，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隔着半个地球用狗叫交流，笑着笑着，司通突然哭了。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即使早已想过死亡，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依然害怕。电台里又传来婴儿的哭声，这让他更加思念死去的女儿。I used to sing to my baby. I hope I see her soon. 此刻他再也没有牵挂，只想尽快见到女儿。绝望中，司通关闭了氧气供应，想在睡梦中结束这一切。他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渐渐模糊。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舱门突然被打开，马特竟带着熟悉的笑容飘了进来。他告诉司通，主推进器没有燃料，还可以尝试使用软着陆反推火箭。Decide to go, then you gotta just get on with it. Sit back, enjoy the ride.
You gotta plant both your feet on the ground and start living life. How did you get here? I'm telling you, it's a hell of a story. Hey, Ryan. What? It's time to go home. 下一秒，斯通猛然惊醒，马特从来没有来过，刚才的一切只是缺氧造成的幻觉。可正是这场幻觉重新唤醒了他求生的意志，他立刻恢复供氧。这一刻，他的眼神从绝望变成了坚定。斯通想起了马特的提醒，软着陆反推火箭是在离地面3米时自动出发，防止宇航员受到撞击。只要手动启动它，就能为返回舱提供一次短暂的推力，把联盟号推向天宫空间站。第一步，分离联盟号，丢弃前端的轨道舱和后端的服务舱，只保留中间的返回舱。第二步，点火启动。返回舱瞬间加速，朝天宫空间站飞去。可接近后，他才发现天宫已经脱离轨道，正在向大气层坠落，但两者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可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5, 4, 3. Now we're just driving. Let's go home. 他把灭火器当作临时推进器，借助喷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一点点调整方向，飞向天宫。Come on.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45, 90, 180, 180. 万幸的是，他在最后一刻抓住了天宫外的结构。可就在他打开舱门时，碎片云第3次袭来，成千上万块残骸从身边呼啸而过，天宫接连被击中，舱体剧烈震动警报响成一片。它的轨道高度不断下降，随时都会坠毁。斯通立刻找到神舟飞船，钻进舱内，关上舱门。看到满眼中文标识，他一时间无从下手。好在马特曾告诉他，神舟与联盟号的操作逻辑十分相似。斯通凭借熟悉的布局启动神舟的返回程序，提示音和联盟号一样。 Hey, that sounds good. 他就知道自己按对了。此刻天宫正在坠毁。This is Mission Specialist Ryan Stone, reporting from the Shenzhou. I'm about to undock from Tiangong. And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mission. Reminds me of a story. Never mind the story. Never mind the story.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Okay. Alright. Alright, the way I see it, there's only 2 possible outcomes. Alright, make it down there in one piece and I have one hell of a story to tell. Or I burn up in the next 10 minutes. Either way, whichever way. No harm, no foul. 身后天宫在大气层中燃烧解体，像一群巨大的流星。神舟脱离天宫，点火进入轨道。神舟开始下降。外壳与空气剧烈摩擦，舱外烈焰翻涌，舱内温度急剧升高，飞船剧烈震动。斯通被晃得东倒西歪，无线电也进入完全中断的黑障阶段。斯通能听到的只有火焰的爆裂声和金属不堪重负的呻吟。终于降落伞成功打开，飞船迅速减速，缓缓落向地面，最后扑通一声落在一片湖泊里。斯通刚打开舱门，湍急的湖水就疯狂涌入，还没来得及逃出去，返回舱便带着他沉向湖底。看来9981一难，他一难都少不了。他奋力游出舱门，可沉重的宇航服又把他死死拖住。斯通只能手忙脚乱脱掉宇航服，拼尽最后一口气游向水面。当他终于冲出湖面，贪婪地吸入第一口空气时，那种对普通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呼吸，却成了他重获生命的证明。斯通用尽全身力气爬上岸，趴在泥土上大口喘息。地心引力不只是一部太空灾难片，更是一部关于重生的电影。斯通从宇宙的真空回到地球的水中，又从水里爬上陆地，重新站立。这条回归之路，既像生命的诞生，也像一个绝望的人终于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勇气。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走出影院，双脚踩上地面的
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能站立真好，能呼吸真好，能活着真好。这正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力量。它没有用复杂的剧情告诉你人生一定会变好，而是把一个普通人扔进最极端的绝境，让你亲眼看着他如何从放弃生命到决定再为自己活一次。生活里谁没有经历过失去，谁又没有在某个深夜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可就像司通一样，只要你还愿意伸出手，还愿意再试一次，就依然有回家的可能。因为真正可怕的从来不只是太空里呼啸而来的碎片，而是你先放弃了自己。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救你的未必是一艘飞船，也未必是某个英雄，有时候只是你在某一瞬间突然决定我要再活一次。地心引力没有保证人生从此一帆风顺，它只是告诉我们，哪怕你曾失去最重要的人，哪怕你一度找不到继续前行的理由，只要还愿意呼吸，还愿意迈出下一步，就有机会重新站起来。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是景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